地神法师、火光法师、波尔法师、波尔菩萨、阿弥陀佛。我们刚刚是特别看着时间哦，因为法师说要准时，绝对不能提早开始，所以我们就准7点拿出来。那今天因为快过年了哈，所以我们就来一场欢乐的讲座，所以我们法师皱起眉头来。那为了达成欢乐的效果，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僧团的欢乐法师，我们都监法师、果光法师。那然后在座的还有一位是我们果贤法师，我们当年一起在文化中心工作，大家都已经认识了20几年，所以今天真的是不太容易严肃的起来。那大家就开心的在这里度过一个主题很严肃，叫禅观生死。这个，对，那个先讲一下好了。等一下结束之后，楼下有书，楼上可以办签书会。那还有一件事是2017年的青年卓越禅修营，刚刚你们听到的那些歌声，所以18到35岁的请报名参加。那80岁以下的，18到80岁的，请参加2月19号法鼓文理学院人文关怀工作坊。然后80岁18到80岁的，请在2月6号到3月8号之间准备好1万字的生命故事，准备报考生命教育学程。80岁以上的就目前为止，我们山上文理学院的学生年龄最高是80。如果你是80岁以上，那就来破纪录。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光法师、欢乐法师。继承法师、各位法师，还有各位菩萨，大家晚安。谢谢郭老师给我机会让我可以今天有因缘站在这里。那其实从他邀请我来担任引言人开始，我就觉察到我的生死流转。就是他有一天晚上吧，我就看到我的 LINE 就咚跳出来一个讯息就是请我来担任这场的引言人。然后我发现我的眼根触到那一段字的时候，我的习性就是一直朝向一个 no。因为这个人看到我是要拒绝的，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他。那我就说这是什么啊？就是讲了一堆，然后最后发现是一本新书的书名。然后我就只好说，那我把书先请来看一看，我再决定好了。就是推脱之词，这也是我的习性。还有就是一直跟他推荐其他人，我就用了很多的自己惯性的一些方法。
哦，你为什么不请某某某啊？你为什么不找某某某啊？然后讲了半天，那我发现他还蛮坚决的，最后只有同意我先把书看完，然后我就跑到5楼，我在6楼，在原来是6楼，我就跑到5楼去借书，因为我舍不得买。他要叫我买书，啊，好不容易后面费了一番功夫，那天好像是假日，所以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一本借给我这样子。好，那我再来呢，又一直在关照我的这个问题。那段时间因为我不敢回应嘛，然后终于找到时间看这本书，我是找了一个假日在那边读，可是一读不得了，我都在打瞌睡。我就在想说，奇怪了，继承法师我不是很喜欢参加他的禅期吗？我不是喜欢听他开示吗？原来他的书怎么这么难看？我又看到，就看到自己的习性就是那个昏沉，然后后来我自己就一直在检讨，我还跟一个法师说，好奇怪，这本书怎么读来都在打瞌睡，这样我怎么大意人家？我这样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我可以接受这场的那个引言的这个角色，真的是很苦恼，所以一直起烦恼。后来我就找了一个理由说里面都在谈五盖，前面在谈五盖嘛，好，所以我就很快就睡眠盖就一直出现，找了一个再找一个，然后再就找了一堆理由说为什么自己会昏沉，这也是自己的习性，然后真的是发现自己一直在流转。可是我最后就在想说，我用什么理由来接受这一场的引言？后来其实是因为我看了另外一本书叫《生死奥秘》，然后又刚好碰到我的同学，他的父亲面临生死，刚好接近永生，然后他的母亲呢不太喜欢有出家人在这个时候去医院关怀，可能我要找关怀院的法师被拒绝最后呢我就问他说，那你的母亲怎么看待我？因为我是他同学，他说你是同学法师。我说同学法师可以去医院看你父亲吗？他就问他妈妈，他妈没有 say no， 所以就我真的就去了。然后面临到生死，才发现自己资粮不足，就觉得说哇，真的不行，我一定要努力突破我的这些问题，一直在生死流转中，不是贪生怕死然后不然就是没办法，就是看到自己就是那个叫什么，不晓得什么生死，然后最后就决定，我一定要突破我的生死，所以呢，就跟他说，好，我来这一场来做一点应验，然后看能不能突破我的惯性跟习性，然后能够了生脱死。然后我们今天就接着就要请继承老师，因为我有跟他讲好他说如果我有本事讲的时间超过他，那这是惯性这个讲超过那个主讲人，这是惯性，所以我一定要突破，所以我一定要就此打住。好，我把它调低。室内能开吗？室内能开。蛮多人在。右手边。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残忍？因为他们给我这么严肃的一个题目，他们就很轻松的讲，然后要我很轻松的讲这个题目，有点过分呢。我现在就很担心因为怎么办呢？
先去把这个你们的视线先转移一下啊，不要想这个题目。实际上那本书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忘记了。然后题目怎么会这样放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给我看过稿以后说这个题目行吗？那你们行我就行了。编辑的问题。然后之前还给我另外一个题目，结果我把那个戏文写好了，他再跟我讲是这个。那所以你们看那个戏文，其实戏文的你们还没有买呢。因为我讲他们没反应，就是还没买啊。这个太不给面子了吧？你看这么辛苦，你看他的戏文，他戏文不是这个呢。对呀、而且那个关是关卡的关，所以我写的是禅关，结果后来我忘记了，我以为他只是把禅关2个字换到前面，所以我说这个我写的原本的那个戏文也可以用，结果后来他们跟我讲不是禅关是禅关，我说没关系啦，照样用哦。结果那个关那个字呢，他要从别的地方把它这个什么跟它挖过来，然后套上去。因为我写的那个戏文是那个关嘛，所以我那个写说戏什么续还是戏续，所以呢就真的很惨。哎呀，对不起，让你跌倒了。所以呢就可以知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反正我们这一场刚才引言人跟那个主持人，他们的意思都是要卖这本书。不是啊，你们2个都在推销嘛。不过他有一点点这个，他其实很厉害，他从负面来推销，因为这种对，这个很厉害啊！因为我们看到的广告都说我多好，然后忽然间一个广告说我多不好的时候呢，你们就对这个广告很有兴趣了啊！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然后我先讲别的事情啊，把你们的注意力先转走。我等下又要回来，因为要卖书嘛，先介绍一些你们买不到的书啊，这个是惯例啊。所谓的惯例呢，是每年都要出1本啊。那么今年呢也会出，今年出的是去年在美国跟欧洲写的东西，那么去年出的是前年的，那么今年出的我都不知道要什么，因为我放这个头系列已经大概14本还是10几本了啊。最早是活水源头，然后白瓷干头，然后开始都还有一些头，到后来呢这个头很难找，那最后呢我这一本今年出的叫做有傻看头，有什么看头我也不知道，所以因为要4个字嘛，所以就想办法有什么看头5个字不行哦。所以什么跟傻还是傻有傻看头啊，你们看的都一定会傻，担保你们傻哈。然后这个是带过来的，就每次就要送他们一下咯，这个意思了哈。然后春在枝头4，你们已经有过春在枝头1、2、3。1呢就是心的锻炼，2呢就是练心功夫，3就是禅心默照，这个是4，然后还有5可能就是画头的那个时候来不及出。那么这个呢是1998年的，把这个一个禅14，我们那个时候叫加行静气，就14天的禅修。然后那一堂这个禅修呢，我就做了很多功课，就是把佛法整体的修行，所以我放修行要义，就整体的佛法的修行，然后做了一个表，然后依照那个表来讲14天的课，那么20年了，他们才整理出来，
这边的就是去年、今年就要整理出来。我们那边的都是20年才整理的出来。最近我在打气的时候介绍那个生活中的菩提那个也是差不多将近20年才出版，所以我都活在过去。真没办法，因为我们那边的学生的这个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好，他们要叫他们听打，然后再来润笔，然后再编辑成书，真的太不容易了。对他们来讲，这个功课很重所以好不容易出版了。我不知道，好像法国文化有点兴趣他们有兴趣他那个电子档已经给他们了所以你们等了吧那也不知道他们到时候放什么头了，肯定是不会春在枝头。我放春在枝头呢，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放什么题目才好。那因为这个春在枝头是一个比丘尼开悟的比丘尼的诗里面用的句子，春在枝头已时分所以我想说禅堂里面的开示都是要把我们带到开悟那边去嘛，所以我就借用他的这个句子。那这个句子呢，也真的是很美。虽然它7个字我们简化到4个字呢，它的意思都在那边所以我就借用了。那么借用了第1集出了，第2集又出，又要再想麻烦吧，那就1、2、3、4、5、6、7。以后呢，反正禅修开示呢，我那边的都会放这个题目至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样子放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们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就比较有好奇心，想要买来看不过就是告诉你们，你们在这边买不到，除非他出版。那出版的话呢，你们可能看到的也不是原稿，因为我们那边的同学他的这个润笔的功夫不太好，所以你们读那个原稿的话，会发现到说口语的东西太多，所以一来到法古文化这边的时候呢，都会被修理修理到它比较像是那个文本的稿文本的这个书对，读了也很容易睡觉的，因为文字的东西比较好睡，演讲的就好一点。不过你们今天如果有人想睡的话，不要客气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呢，你们来听演讲了，我们都很感谢了，因为演讲真的是很枯燥的事情。那演唱会呢，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活动还有很多的那个光线什么之类的，然后有音乐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会非常精彩。不过呢，那个每个演唱会呢，他们之前要有很多的彩排，然后大家呢要很多的这个工作。那演讲的话呢，像我们这样子演讲的话呢，都是随性的所以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我就先跟你们拉拉扯扯一下那么讲到这个演唱会呢，我就介绍一下我去年呢跟我的同学办了一个演唱会就是我这个同学呢，就是我们中学曾经同班，然后之前可能我也介绍过他的因为我们都有过一些比较光荣的记录，就在很潮的时候呢，就被校长发现，然后我们的校长呢对我们是管教很严格，最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大概是吃了2遍还是3遍，就打屁股我们的校长一点都不客气的。但是我们现在很怀念他，而且呢觉得这个记录呢很光荣，因为呢现在要有这个机会的学生很少，然后有这个机会的学生很多呢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我们竟然还活着，然后还在这边还可以有这个机会，所以想起来就是我们的学生生活呢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考试呢曾经拿过100分满分，我们也曾经拿过0分你们有没有这个记录？没有。有吗？没有。100分到
到0分都拿过，没有我拿过，所以呢很丰富哦，啊，然后呢给校长打过，也上台领过奖，你看，唉，真的是太丰富了哦。所以呢，我们这群同学呢非常要好。那几10年我们都没有办法见面，就很难啊，就大家各忙各的。那么最近因为靠的这个手机，所以呢，我们有了一个族群组啊，结果呢，我们现在好到像一家人啊，就同学见面了，好像无所不谈。然后几年没有见面，忽然间见面，哇，快要抱在一起了，那种感动啊，那种欢喜，就可见我们的学生生活非常的丰富。那我跟这个同学不算是非常熟，但是呢，后来我们走的路线刚好又可以碰在一起，因为他搞音乐，然后我出家了。那我的出家在我们学校跟同学里面呢，有一点点像炸弹啊，他们很难想象像我这样的人会出家，因为在学校也是有点调皮相啊，不算是坏学生，但是也不能算很好的学生啊。那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出家，我自己本身实际上也很难想象会出家啊。但是这个因缘具足了，那就走上来了。那走上来了以后呢，跟这个同学也4年了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他因为在音乐的路上走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有创作。那时候台湾民谣风很盛，就校园歌曲，我们那边也开始有这个所谓本地创作。新加坡叫做新谣，就同一个时期从校园里面跑出来，然后就是唱歌的人本身唱自己的歌，自己写的、自己谱的曲，然后自己弹吉他，或者是自己弹钢琴来唱。那我这个同学呢，就有这个因缘，他出了一个卡带，那个时候是卡带。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跟他合作的呢，就是黄慧英，可能你们听过他的音乐。他出了大概20-30个 CD， 而且都是京奏的，非常流行，而且这个流行不是一般的流行，是让人家觉得很欢喜的流行。最近他有一个演唱会，我也去了，她是我的学妹，所以呢，我们常常互相觉得都很这个互相吹捧一下嘛，吹捧一下。我捧他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在捧我自己，因为我有这样的学妹嘛，我们会沾光的哦。所以你们认识他，又觉得说认识了他，再认识我的话，好像就多了一层光荣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同学都会这样子做，真的不错哦。是不是这个声音还可以吗？还可以哦。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给我了这个 CD， 不是 CD 卡带，我忽然间好开心，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已经创作一些佛曲，其实我学佛还没有出家就开始创作佛曲，然后呢，有了这个机会，我跟他合作，大概1985年、86年，所以我们合作到今年、去年差不多快30年了，所以我们就说来做一个总结。那前年呢，我们都60岁了，所以60岁呢，我们就出了5个 CD， 就60首这个佛曲。去年应该有拿来送给你们吗？还在吗？我放在禅堂的被人家借走了，借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哈。哎呀，他们跟我讲说送人了，我说怎么可以送人呢？我给你们做纪念的或者收藏的，可能他们连一首都没有听到。不过呢，还是有，你们要听吗？我还要再介绍一下，法鼓文化出了其中的12首，叫做《禅是一朵花》，好听吗？好听，一定要讲好听啊！听说卖得很好哎，不错的。然后再顺便介绍一下，我的在法鼓文化要出的第3个 CD 也准备了，那首歌里面很有内容的，你们买了明年或者是这个看什么时候出版了，我再推销一下，你们一定会很有兴趣再多买因为里面有一些故事，很好听的故事，不骗你的。
不骗你的是其中1、2个会被我骗哦，不是不骗你们的，是你的单指一个人比较安全一点因为你们是大众嘛，对不对1、2个被我骗还好所以跟他合作，那所以我们去年呢就以合作30年的因缘，我们就出了办了一个演唱会。那我讲过说，演唱会要有很多的这个彩排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才有办法。那他们呢又知道我也会唱歌，其实呢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唱歌，我不好意思说我的声音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我最不喜欢彩排所以你们有什么活动需要彩排的不要找我因为彩排有点假假的感觉。那如果你太认真的话呢，你就会用太多力，然后呢正式演出的时候呢，你的力都使完了。但是我发现到说，所有的歌手呢，他们都很厉害，他们彩排的时候可以投入，然后唱歌的时候也那么投入。那我就做不到，彩排的时候呢，我就一定会假假的做，然后唱正式的时候我才认真。可是呢，彩排的时候不认真，正式的时候也很难把那个水准拉到那个程度嘛，所以我说不要。那所以他们就很犹豫，或者是就一直想说我会不会唱歌，结果呢我不好意思就唱了几首那几首呢就是清唱，所以我一发出来说我清唱，很多人哇，清唱比跟音乐唱还要难的，其实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跟音乐一起唱跟音乐一起唱的话呢可以被蒙，可以说就是可以混过去一方面是混过去，但实际上呢是混不过去的，因为我的拍子节拍的那个节奏感很差，所以我听音乐听不出到底我在哪里应该唱，然后应该唱到哪里停，我都配合不到所以是乐队的话还好，他们尽量迁就我之前我们在对话跟张学友的时候，他们就提议说张学友的演唱会请你去我说我都不会唱歌，我唱了都跟不到节奏。张学友就说没关系，那个乐团会跟你的原来是这样子的一回事难怪那些歌手都很厉害当然他们是练习的很好的，我这种讲法呢是很不专业的不好意思，就只好呢就献丑那个声音丑丑的也唱了几首所以呢就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出版的，你们这边买不到除非有人要出版里面有13首，那么有大概5、6首吧，5、6首是旧的，然后几首是新的。那么新的里面呢，有几首是我在美国跟欧洲的时候